投水了！手下，快来驾！投水了！快来人呐！护驾！这是皇后得知皇上有意迎甄嬛回宫，故意派人在太后寝宫放火，营造甄嬛不祥的场景。那么问题来了，皇后为啥不趁甄嬛还在宫外时麻溜地解决她，反而要在皇上有意迎甄嬛回宫才搞小动作呢？首先，皇后她轻敌了。自从甄嬛被婉婉泪倾伤透之后，皇后认为甄嬛再也不会原谅皇上了。纵使甄嬛生下了龙月，皇上满心欢喜地去求和，甄嬛还是不愿意接受皇上。而皇后也料到了甄嬛对皇上的态度，不知这皇上会不会为了公主回心转意呢？就算是皇子天意要转还，婉嫔也不肯呢。果不其然，甄嬛不但没有与皇上重归于好，反而还铁了心要出宫修行。皇后认为，一旦甄嬛出了宫，就不足为惧了，毕竟一直以来就没有废妃再次回宫的先例。况且此时甄嬛的母家全数被流放到宁古塔，既没有废妃回宫的先例，又没有母家撑腰，任凭甄嬛有3头6臂，也不可能重新回宫了。再加上后来皇后借着到甘露寺祈福为由，看到甄嬛在甘露寺被粗活累活而折磨得很憔悴，皇后心里乐得不行了。所以当瓜六示意甘露寺的姑子折磨甄嬛时，皇后一改往日贤德的模样，直接默许了。在皇后看来，如果让甄嬛死在宫外，还不如让甄嬛在宫外受尽折磨来得痛快。要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她过得像个蝼蚁。比起死去，这些日子更能消磨她的心智。其次，梅姐姐为甄嬛求得了一份庇护，瞧着甄嬛受到安琪拉的欺负，梅姐姐作为甄嬛的好姐妹，她自然不会放任不管。于是，一从甘露寺回来，梅姐姐便涂上浓浓的药酒去给太后做马杀鸡，目的有2：一是告诉太后自己受委屈了；2则是由自身引出甄嬛在甘露寺也受委屈了。虽说太后不喜欢甄嬛，但是她中意梅姐姐呀，所以为了不让梅姐姐失望，太后隔天便派了方若姑姑去甘露寺看甄嬛。虽然方若姑姑来甘露寺便让甄嬛替太后抄佛经，但方若姑姑的到来也是在向甘露寺那些姑子传递甄嬛后面有太后罩着的信息。表面上，方若姑姑是说给那些趴墙角的姑子们听，警告他们不要动了不该动的歪心思。实际上，方若姑姑之所以每个月都来取佛经，也是为了查看甄嬛这个人还在不在。这样一来，一旦甄嬛出了事儿，太后便会立刻知道。最后，温太医和果郡王都在守护着甄嬛。虽然说温太医在宫里无权无势，人微言轻，但是温太医的医术，大伙儿都是有目共睹的。温太医为姐姐治疗失忆时颇有见效。而且臣妾听闻，江澄、江慎2人的方子原是出自温太医之手。皇上若不信，可去细细查问。凡经温太医之手治好的人，病总是会好得快些，且无呕吐无力的后遗症。可见温太医的医术不是说说而已的，因此食物中毒或者药被人动了手脚这事儿，在甄嬛身上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发生了，那也是能被温太医给解决的。毕竟当年花穗在甄嬛的药里动了手脚，温太医一根银针下去就查到了根源。而果郡王虽说他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个只会舞文弄墨的文弱书生，我满人以骑射得天下，找这么多臭墨史书有什么用啊？无非是因为你生母是汉人，所以教了你一肚子的汉人腔调。但是咱别忘了，果郡王可是长期出差的人，不管是边关还是属地，果郡王都是游历过的。再加上后期果郡王还带兵打仗，可见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弱书生。这也是为什么当甄嬛被大野猫夜袭的时候，果郡王能快速的解决他们。有这么2个死忠粉，一个保障甄嬛的饮食安全，一个保障甄嬛的人身安全，皇后她从哪儿下手啊？除此之外，咱们再来看甄嬛被赶出甘露寺之后，梅姐姐为了给甄嬛送消息，特意借着到甘露寺超度为由去了凌云峰。来到凌云峰之后，梅姐姐说了一句，虽说此时梅姐姐是在给甄嬛撑腰，故意数落甘露寺的姑子不善待甄嬛，但是从梅姐姐的话中，咱们可以知道凌云峰极为偏僻，普通人想要来一遭都极为辛苦。加上梅姐姐打发走那些姑子与甄嬛私聊时，甄嬛很好奇梅姐姐是如何出宫的。
仅仅出宫不义这4字就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妃嫔还是宫女太监，都是不能随便出宫的。这样一来，皇后又有什么办法动甄嬛呢？到这儿问题又来了，既有宫规，那温太医和果郡王又怎么能随便出宫呢？这不，温太医有太后的首肯，而果郡王本身就住在宫外，他俩能到凌云峰也就不足为奇了。综上，甄嬛既有太后的保护，又有温太医和果郡王这2个强大的保镖，最重要的还是皇后她太轻敌了。她以为甄嬛这个废妃不会再回宫了，却没想到钮祜禄甄嬛准备回来了。此时皇后才搞断香、崴脚、走水这些小把戏，不得不说已经太晚了。在《甄嬛传》中，甄嬛的智商一直在线，尤其是在后期风光回宫后，那简直就跟开了挂一样，目标明确，招招致命。但仅仅靠她一个人是不够的，要有队友的扶持，才能强上加强。而甄嬛阵营中的主力军便是端妃和静妃，可他们的位分都不低，并不是轻易就能拉拢的。那甄嬛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甄嬛和皇后拉拢队友的方式不同，皇后擅长威逼利诱，只把对方当做一颗好控制的棋子，这就导致后期安陵容生出了背叛之心。她会感觉自己一直被人利用，到最后在后宫里活着都嫌累，就像安陵容生无可恋地对宝娟说过，觉得自己好累，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可是我知道，等我身子骨好了，我又要受人摆布，又要去斗。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动不动了。安陵容没有在皇后身上看到真心，她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样皇后会感到威胁，她只能不停地去给皇后当打手，去对付皇后想对付的人。所以在她临死前，安陵容给甄嬛送上了皇后的致命软肋。皇后，杀了皇后！而甄嬛和皇后的方式完全相反，她不会去限制队友的自由，还会满足他们的需要，让结盟变得更加坚固，甚至无坚不摧。在早期甄嬛还没有出宫去甘露寺时，她就与端妃、静嫔结下了深厚的缘分。端妃生病时，甄嬛正处在因为华妃的欢宜香流产的阶段，和4大爷也撕破了脸。此时的甄嬛也处境艰难，但当她路过端妃住处，知道她生病时，还是选择去看望端妃。怀着身孕的时候，她还为我的孩子做过2双小鞋。如今她病着，我自然不能过门而不入的。你去敲门吧。等到她进殿以后，才发现端妃的处境糟糕，整个宫殿里只有吉祥一个宫女，其他的宫女太监都走了，连太医都没有请。甄嬛看着躺在床上的端妃，吩咐吉祥：吉祥，你去太医院找温太医来瞧瞧。是，奴婢立刻去。锦汐，哎，端妃娘娘这个样子，身边没有人可不行。你去咱们宫里挑个稳妥的人来这里伺候。好。甄嬛又是给端妃找了自己最信任的温太医，又是从自己宫里拨人来伺候她。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这样的行为其他人是很难做到的。端妃在宫里病了这么多年，处境也一直不好，只有甄嬛对她伸出了手，拉她一把。而端妃受的这一切都是华妃带来的，是华妃逼着她喝下了红花。当年你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事情都加在我的头上，深夜闯进我的阁中，灌我喝下一壶红花。你固然惨死一子，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够生育。他当然是恨毒了华妃，在宫里熬了这么多年，便是希望能够有人可以扳倒华妃。甄嬛的出现给了他无限的希望，更别说现在甄嬛也因为华妃的原因流产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甄嬛也没有辜负端妃的期望，在华妃母家衰败后，成为了压死华妃的最后一根稻草。甄嬛制造了一场火灾，推到了华妃的头上，4大爷也彻底对她死心，下令赐死。本不想赶尽杀绝，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谁料他反而更加毒辣了。罢了，告诉皇后和静妃，连夜审问肃洗，若今属实，即可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不必来回朕了。
对于端妃来说，这是彻底出了心腹大患了。如果说只凭着一时的利益，他们是可以结盟，但绝对不牢固，更不可能走得长远。甄嬛当然也知道，所以她在曹琴墨死后，借花献佛地提出将温宜公主交给端妃抚养。公主若能寄养在娘娘膝下，将来必定乖巧懂事，想必皇上也不会有异议。端妃自然是很想抚养的，毕竟她注定不可能再有子嗣了。但是这不是她想就能够办到的事。我是很喜欢温宜公主，可是这样的事不是咱们能够做主的。端妃是宫里的老人了，四大爷对她只有敬重没有喜爱，而甄嬛就不一样了，她现在宠冠后宫，又即将封妃，可见在四大爷心里的地位之重。只要她去跟四大爷提，那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果然，甄嬛立刻接上话，为她作保。娘娘如此喜爱公主，必会将她如实记住。我愿意为娘娘尽力一试。若真能如此，我将许她我能给的一切。这不仅仅是对温宜公主的承诺，也是对甄嬛的承诺。甄嬛又是雪中送炭，又是除了华妃，现在还解了她想要孩子的心病。端妃心里明白，温宜公主给了她抚养，那他们便是坚不可摧的盟友了。其次是静嫔，甄嬛和静嫔的关系一直很好。前期她刚刚入宫时，静嫔给了她很多照顾，在每次甄嬛处于险境时，静嫔也是能帮就帮。甄嬛了解她的为人，知道她本性善良，膝下又没有孩子，所以在甄嬛生下胧月，准备去甘露寺修行时，她将胧月托给了静嫔。从今往后，姐姐便是公主的额娘了。对于静嫔来说，甄嬛能够把孩子交给她，是对她足够的信任，也是想让她有一个依靠。我知道，你把这孩子给谁抚养都可以，是你体恤我没有孩子可以依靠。在甄嬛将胧月交给静嫔时，算是彻底跟静嫔结下了一个善缘。而在甄嬛后期风光回宫后，静嫔对胧月就已经到了无法割舍的地步。她甚至将胧月看作是唯一的希望寄托，所以她既开心于甄嬛能够回宫，又害怕甄嬛将胧月夺走。在甄嬛对胧月表现出亲近时，胧月因为陌生而退缩，静嫔便会在一旁暗暗试探。为了那一句让他和妹妹回去住的话，他整整哭闹了1日呢。不如就让他在咸福宫再住几日吧。姐姐说，在弘历接胧月去甄嬛宫中请安时，静嫔也会疑神疑鬼，患得患失。如意，你说四阿哥这么做，是不是熹妃教的？难道真想把胧月从我这儿夺走吗？甚至静嫔因此还被皇后利用，让苏培盛和槿汐在一起的事儿被揭发出来了。可惜甄嬛段位高，靠着端妃在四大爷面前一通美言，把这事儿轻轻接了过去。事后甄嬛对静嫔进行了敲打。姐姐一向慧智，又对世事洞若观火。既然明知皇上对我不薄，姐姐又为何要与我作对呢？静嫔已经做好了自己要被秋后算账的准备。便是皇后，我没有别的选择。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悉听贵妃娘娘处置。甄嬛却对她的行为表现出谅解，还告诉她胧月只有她静嫔一个额娘。那么就请姐姐替我抚育胧月，直至公主出嫁。可是胧月是你亲生骨肉，你怎么肯？鸿雁与灵犀已叫我自顾不暇，而胧月却视你为生母。我若强行把她养在身边，那才是真正断了我与她的母女情分。这一出彻底让静嫔死心塌地地跟着甄嬛，她对甄嬛的忠心更是无话可说。在甄嬛深陷滴血认亲的风波，并且还被验出孩子和温太医有血缘关系时，四大爷简直被气疯了。他掐住了甄嬛的脸，只有静嫔敢跑上前去，想要阻拦四大爷。皇上，皇上！而在甄嬛力挽狂澜，发现是水的问题后，您已经是皇后，还有什么不满足呢？由此可见，